大家好，我是 Tony。我今天的金老卡之旅要來造訪上個月新被登錄為市定古蹟的居源百貨舊址。居源百貨是台灣第一家百貨公司，創立於1932年12月3日，比台南的林百貨早了2天。不過居源百貨早就已經走入歷史了，所以這次被登錄為市定古蹟，我是蠻驚訝又驚喜。因為這棟大樓後來變成國泰世華銀行的大樓，整個外貌都已經改變了。不過因為主體的結構依舊在，只是外觀被貼皮，還有玻璃帷幕，這都很容易處理。登錄市定古蹟之後，只要進行修復，那麼就可以恢復原來的舊觀了。重慶南路一段是日本時代的本町通，左前方彰化銀行台北分行。這是很有歷史意義的一棟建築，算是228事件的爆發地點。就歷史意義而言，這棟建築應該有資格登錄為市定古蹟。现在重慶南路一段的老房子已經不多了。前面橫向的道路是衡陽路，日本時代的龍町通。這處十字路口非常有名，因為日本時代很多風景明信片都會在這裡取景。東方出版社是日本時代新高堂書店的原址。這一棟建築也經常出現於日本時代的風景明信片。衡陽路，日本時代的龍町通，有台北銀座之稱。前面衡陽路博愛路口那棟建築就是居源百貨的舊址。居源百貨，居源百貨後來成為國泰金融大樓。我現在繼續走博愛路，去逛逛總統府那附近的一些歷史古蹟。這是博愛大樓，最早是日本時代台灣總督府採票局的舊址，後來作為台灣總督府圖書館。中華民國總統府，原日本時代台灣總督府，國定古蹟。這是我人生距離總統府最近的一次。對面是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我回到博爱路了。
我環到總統府一圈，前面就是博愛大樓了。這是博愛大樓，這個角落的原址是日本時代台灣總督府土木局的舊址，後來成為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總部。毀於1945年美軍大轟炸。原國防部博愛大樓現在成為法務部廉政署的辦公廳。對面那棟建築是國史館。对面是清代登營書院的舊址。登營書院舊址。现在这裡成為台灣台北地方法院寶慶院區國民法官法庭。延平南路119號市定古蹟，原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社長宿舍。距離台灣電力株式會社的總部廳舍不遠。我現在就沿着延平南路走往小南門，小南門我也很久沒有造訪了，然後再從小南門那邊繞到捷運西門站，然後再從那邊搭捷運回家。小南門，我抵達中華路。這是市定古蹟西本院士樹心會館。這是西本院士的本堂，可惜在民國64年被一場大火焚毀，只剩下台座而已。2次大戰後，台灣警備總司令部交響樂團、中華新村、禮教總公所先後落腳於此地。後來作為禮教總公所的禮教堂，名為清心堂。西本院士僅存的樹心會館鐘樓、輪幡所已被登錄為市定古蹟。樹心會館落成於1923年，主要作為教育及弘法場所。西本院士鐘樓。西本院士輪幡所落成於1924年，作為總主持人宿舍。捷運西門站，這是新世界大樓真善美劇院。前面是西門紅樓，西門紅樓。
前面那裡是已經消失的台北道和神社。台北天後宮，原日本时代台北弘法寺。這裡是日本時代台北新四國片路的起點。我現在走往捷運西門站了，那我今天的敬老卡之旅就在台北天後宮這裡結束，謝謝收看，我們下次見，拜拜。影片下方的文字資訊欄裡面有本次旅行路線的 Google 地圖網址連結。歡迎您點選網址，打開地圖，作為旅行的參考。